如果伊朗民众真的推翻了神权统治，那中国老百姓会抄作业吗？大家好，我是大卫，今天咱就放开胆子聊聊这个人人关心的话题。我们先看一下最新的报道，伊朗的抗议已经蔓延到全国所有的省。最近有消息传闻，俄罗斯已经起降了几架运输机，人们判断可能是哈梅内伊在为自己准备后路，先把这黄金运过去。另外呢，有消息提到，以色列控制的情报部门现在实际上是在主导这次抗议，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军火库的位置发出来了。虽然说伊朗当局为了防止巴列维王子发表自己的那个演说，把这网络全停了，但是马斯克现在干了一件好事儿，他免费让当地的民众用那个小波可以听到巴列维王子的讲话。这巴列维我感觉他也是拼了，因为他提出在1月中旬，也就是下周左右吧，他要去一趟川普的海湖庄园，会会老川无论如何你能不能支持兄弟一把？如果我拿到这个政权，你不是想交易吗？咱可以好好聊聊。你不是想要低价石油吗？我那有的是，而且我的石油储量和品质远远高于委内瑞拉。那至于俩人能谈成什么样呢？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必须总结一下，巴列维你在巴黎你那么老远，实际上是没有机会的，你必须得借助外力。目前来看，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一个他就是老川，你找别人没啥大用。好，咱们言归正传，我直接抛出我的观点，中国短期内不会抄作业，但是中国老百姓终于看清楚了一件事儿，他们不再相信中共是坚不可摧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你看这几十年的神权统治，不说崩也就崩了嘛。那好，我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呢，有些人讲这次神权统治是不是他意识形态失败呀？还真不是，这次失败100%是经济问题，就他那些虚无的口号什么什业派的复兴就跟中国伟大复兴那口号本身没什么问题，都够硬核的，但关键是这东西它不能当饭吃。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和伊朗现在有几个共性的第一个是这个长期的高通胀。中国虽然名义上是通缩，但实际上钱也是不够花。对于伊朗来说，通胀已经达到了1半了，也就是说每个家庭每月你只有那100美金，那够不够买大饼呢？显然现在是不够的。第二，青少年的失业率多年来是高居不下。虽然说伊朗是个石油储备丰富的国家，但问题是不是谁都可以开采的，大量的资源垄断在国有，或者说是在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你像有的重要的建筑物盖个房子，你都得必须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干成。也就是讲，伊朗确实是个富裕的国家，但是被制度锁死。在这种制度下，一般老百姓你没有机会参与创业，没有机会参与分配。而那些小撮人，神权统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系统他们却赚得盆满钵满，然后把金条呢还可以存在外国账户。你这种事儿，你再给他10倍的石油储量，也是会过苦日子的。那我们再说还有个什么问题呢？货币贬值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年轻人对于伊朗的未来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的希望崩塌的时候，他就无所畏惧。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波斯男儿和波斯女儿都是好样的，有很多的波斯的女士干脆把面罩一摘，也是在这个街上焚烧哈梅内伊的画像。这个爷们儿和娘们儿你都得上街，这样才有机会。那我们再分析第二个问题，就是伊朗这高压维稳是不是如何实效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伊朗，他都采取这种模式，因为他手里工具很多。你比如说哈梅内伊手里啊，他除了有这个三军之外，真正对付老百姓的是另外几套人马。首先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的那个武警吧，甚至比武警更厉害。第二个呢是情报系统，无孔不入啊，就相当于国内的国保国安。第三个呢，它还有一个叫道德警察，就是你是戴不戴头巾呢，你喝不喝酒啊，这个是管你的生活细节的。我觉得这个呢，对应于中国什么呢？就类似于网格员啊，他要入户看你有没有查核酸，就是这种网格员。中国很多小区啊，你一个大小区可能有若干个网格员，他手下管多少人，他知道。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公职，但是他有权利获取你的资料。那还有一个呢，叫巴斯夫民兵，有些脏活啊不适合警察干，警察毕竟代表国家机构，但是你是拿棍子打人呢，打闷棍呢，这种事儿你可以让这种民兵去干。你看他手里这几套牌呢，中共也有类似的机构，但这次明显感觉啊，他们使唤不动了。有些警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放弃了抵抗，就是他消极抵抗。他不再这个当这个打手了，为什么呀？因为这段时间很多民众手里他已经有枪了。最近我看了一些视频，这些人手里有枪，直接和这个警察呀、卫队啊对轰起来了。当军力差不多的时候，这些人也可能会选择保命，而不是冲在最前面。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哈梅内伊送命，不值当的呀？即使你尽职尽责，一个月不也就$100吗？好，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啊，他这种高压的维稳，他只能让这种社会怨气呢越来越积蓄。那未来有一天爆发，那可能是更猛，因为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嘛。好，第三个，我们说一下伊朗的分水岭会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个一个方面是街上的人很重要。因为你群众嘛，不能松劲儿啊，这个必须得继续加强，不能半截儿就回家了啊。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选择，这个咱们回顾历史就知道，历次的农民起义都干不大，真正能干大的，包括这个中共的起义，包括国民党的这个推翻满清，它都是精英干的活儿啊。那些泥腿子呢，你只能当个炮灰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和原有的旧官僚里的人，因为这些人他吃过见过，知道这国家怎么玩怎么治理哈，老百姓怎么忽悠他们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呢确实是排山倒海，说明是民意的广泛支持，精英和老百姓是互相观察互相看着的。如果你民众给力的，这些精英才会大胆的做出自己的选择，而这些人手里啊他有资源。他有什么资源呢？你比如说公务员，他就掌握行政系统啊。如果你让我维稳，我就阳奉阴违，我就给你磨洋工，那老百姓就有个活口。另外呢，他也可以大量的懒政啊，或者说整个的维稳系统，我放下枪，或者说我消极抵抗啊，这些都象征着这些掌握暴力资源、掌握金融资本的人啊，只要他不和最高领袖配合，那最高领袖呢，他就成了光杆司令。那第四个呢，我们说一下啊，中国民众会不会抄作业？我明确说，目前看不可能，因为很简单啊，中国它有户口制度，这个呢不是一个量级的，就中共对于民众的统治要比这个哈梅内伊要高得多。原因很简单，中国它有一个户籍制度。你要生存、就业、孩子上学、就医、社保，你要是和户口没有的话，你啥都寸步难行，你下个月工作都没处着落，你孩子就没法上学。而这套东西啊，中共是历年来几十年不停的扣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3年疫情期间，中共呢它已经形成了战时体制，就万一社会冻结了，或者我城封起来了，我还能够运作起来，老百姓大不了你给他门口丢几个圆白菜，丢几个这个方便面，他也许就能过。所以说中国这种抄作业的
年头啊，可能不是1、2年，可能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是不是大家就没有信心了呢？也不是，大家反而要对这件事有信心。一个结论是一样的，放之四海皆准，就是当民众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他啥都不信了。你什么伟大复兴共产主义，他啥都不信，他就是要造反，因为我已经无法失去了。我没得失去的时候，我干嘛不放手一搏呢？所以说呢，精英失去了信心，才是最致命的结构性的风险。什么时候到这一步呢？那我们就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接下来的一些人口的下降，都可能会引发这样一个临界点。当然，我们必须说一下啊，那个临界点在于经济，就是吃饭问题。如果说13亿人里边有1/3的人没工作了，下个月都不知吃什么，他一定会选择冲出去，我要抄伊朗的作业，放手一搏嘛。那我们说一下高危人群哈，那高危人群我感觉有几个，老人可能没太大机会，老人已经奴役了一辈子了，也希望社会稳定，把这养老金领了，他还有口活饭吃。那学生呢，恐怕也难，因为8964的时候也有学生上街。那现在啊，这个我感觉 Z 时代这块呢，他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动力去做这件事，甚至说他还可以让家人支援。真正能起来的是那种已经毕业的失业大军。你比如说灵活就业者啊，现在很多都不让去跑外卖了，不让去做那个网约车司机了，没有那么多活。如果说他一天到晚都养活不了自己的时候，而这些人却有可能组织起来，因为他们都有什么呢？有微信群吧，有自己的这个一个站点吧，有自己的组织吧，在这里边可能就有一些骨干出来，就是我们讲的李自成啊、刘邦啊这种，他本身就有喽啰啊，也有一定的号召力，也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他就有可能跑出来。那这些人跑出来，会成为第一批的炮灰。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炮灰呢？因为我判断，真正如果有一天中国老百姓抄作业掌权的，大概率啊不是这些草台，而是什么？党内现在掌握一定资源的人，他们可能会观察。如果说民心可用，这个天下都开始造反了，他们内部啊可能会进行权力的分布，然后呢再次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你放心吧，他不会一下子过渡到民主社会了啊。中国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只要让我把这饭吃上，谁执政无所谓。所以说，老百姓他愿意接受一个改革的共产党，离真正的民主啊还相对比较遥远。你看这次伊朗不是一个意思吗？我们希望他一下过渡到这个世俗社会，摆脱神权。但你看现在巴列维都有可能要粉墨登场，说明啊，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原来的那种巴列维王朝。那个你让我过着好日子就可以了，女士可以穿比基尼啊，男士可以欧洲旅行，大家有个薪水就可以了。所以说民主的事儿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那中国一样啊，几千年的封建的这个压制，老百姓啊只要吃口饭就行，民主是遥远的希望。所以我们结论很明显，中国抄作业不会在1、2年之内，可能会更长。临界点是经济危机，是吃饭问题，高危人群是 Z 时代和失业大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咱们会继续把这个问题讲透。您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打开小铃铛。谢谢大家，咱们明天见。